如果我问你，现在地球上最离不开台湾的企业家是谁，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肯定是黄仁勋啊，毕竟他是台南出生的嘛。或者你会说是库克，苹果的芯片都靠台积电。但如果我告诉你，就连一向狂傲不羁，甚至想自己造一切的埃隆·马斯克，在这个小小的岛屿面前，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呢？前段时间，大家都在盯着台积电的股价看，看着它突破天际，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喊芯片战、龟盾，仿佛台湾只有一家公司叫台积电，只要台积电还在，世界就和平了。但是朋友们，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也是今天我要带大家揭开的一个深层真相。如果明天，我是说如果台积电的产能全开，把全世界需要的3纳米、5纳米芯片都造出来了，你以为缺芯危机就解决了吗？你以为马斯克的特斯拉 Dojo 超级计算机就能跑起来了吗？你以为 ChatGPT 就能更聪明了吗？答案是不能，因为在台积电这个显性霸主的背后，还有一群隐形冠军，他们掌握着一项甚至几项神秘的黑科技，没有他们，台积电造出来的芯片就是一堆无法工作的废硅片。没有他们，英伟达的显卡插进服务器的一瞬间就会因为高温而融化。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连马斯克都得排队求货，让黄仁勋必须亲自飞到台湾请吃饭的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他又如何正在悄悄地垄断全球的科技命脉？这期视频干货非常多，甚至可能会改变你对整个科技产业链的认知。如果你也对这些硬核商业内幕感兴趣，一定要先点个赞。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要把时间拨回到英伟达 H100芯片最紧缺的那几个月。当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一片难求，价格炒到了天上。华尔街的分析师都在说是台积电的产能不足，但实际上，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在股东会上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客人要的不仅仅是芯片，他们要的是 CoWoS。记住这个词 CoWoS，C 减 O 减 W 减 O 减 S。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奇怪的希腊单词，但它其实是 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s 的缩写。简单说，就是先进封装。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黑科技领域。大家想象一下，过去我们造芯片就像是盖平房，我们在一个平面上把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密。摩尔定律就是在那儿死磕，看谁能在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塞进更多的晶体管。但是物理学是有极限的。现在的芯片已经逼近原子的尺度了，再想往小了做，成本高到吓人，而且漏电，发热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那怎么办？既然平房盖不下去了，那我们就盖楼房嘛。CoWoS 技术说白了就是把原本平铺的芯片堆叠起来，比如把负责计算的 GPU 核心和负责存储的 HBM 内存芯片像搭积木一样紧紧地封装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特殊的基板上。这样一来，数据在芯片之间传输的距离就变短了，速度变快了，功耗也降低了。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这简直是工程学的噩梦。你想想看，这些芯片的连接点比头发丝还要细几千倍，要在显微镜下把它们完美的焊接在一起。几百亿个晶体管不能有一个出错，一旦封装失败，那一颗价值几万美金的芯片就直接报废了。这简直就是在针尖上绣花，而且是要绣出清明上河图。而这项技术，目前全球90%以上的产能掌握在谁手里？还是台湾。但这里我要说的不仅仅是台积电，因为在台积电做 CoWoS 的周围，围绕着一整圈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台湾公司，他们构成了这个垄断联盟。比如做封装测试的日月光 ASIS， 你是知道台积电厉害，但台积电做完晶圆之后，绝大部分的后续封测工作其实是外包或者合作完成的。日月光是全球第一大封测厂，它的地位就像是芯片界的富士康，但比富士康的技术含量要高得多。没有日月光，台积电的产能根本释放不出来。再比如做封装基板的新兴电子、南电，那个承载所有芯片的地基，看似就是一块板子，其实里面不仅有几十层的电路，还要能承受高温高压不变形，这一块又是台湾厂商的天下。所以当马斯克在推特上抱怨算力短缺的时候，他缺的不仅仅是那一块硅片，他缺的是整个台湾新竹科学园区那一整条街的产能。他需要求台积电给他排期，求日月光给他封测，求新兴给他基板，这还只是故事的第一部分。如果说 CoWoS 是让芯片活下来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黑科技才是让芯片跑起来的救命稻草。这也是马斯克最近最头疼的问题，这就是热。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玩过那种大型 3D 游戏？你的电脑风扇是不是转得像直升机起飞一样？显卡稍微一热，游戏就掉帧、卡顿。现在的 AI 服务器
比如英伟达的 GB200，或者特斯拉用来训练 FSD 自动驾驶的 Dojo 超级计算机，它们产生的热量是你家用电脑的几万倍。有一个数据非常夸张，英伟达新一代的 Blackwell 架构芯片单颗功耗可能突破1000瓦，把1000瓦的热量集中在一个小小的芯片上，如果不做任何散热处理，它在几秒钟内就能烧穿主板，甚至引发火灾。传统的风扇散热，也就是我们说的风冷，在这个时代已经彻底失效了。哪怕你把风扇转速拉到不仅能起飞，甚至能突破音障，也吹不走这么恐怖的热量。这时候必须要上液冷，也就是 liquid cooling。而全球最顶尖的液冷散热技术，最完整的液冷供应链，猜猜在哪儿？没错，又是在台湾。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垄断市场。大家可能听说过一家公司叫奇飞科技 IVC， 或者双红科技 Auras。如果不炒股，你可能对这两个名字完全陌生，但就是这两家公司加上另外几家台厂，几乎承包了全世界 AI 服务器的退烧工作。这背后的故事其实很有意思。几十年前，这些台湾厂商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做 PC 和笔记本电脑散热的。那时候他们做的是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小风扇，利润薄得像纸一样。当时的业界都看不起做散热的，觉得这就是个打铁的，做塑料的，毫无技术含量。但是这些老板们有一种惊人的韧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台商精神。在 PC 时代，他们就把散热做到了极致。后来到了智能手机时代，手机越来越薄，散热空间越来越小，他们就开始研发均热板 Vapor Chamber， 把散热技术微缩化。而到了 AI 时代，机会终于留给了有准备的人。当黄仁勋拿着他的 H100芯片，发现全世界没几个人能帮他解决散热问题时，他回到了台湾。他发现只有这些在这个领域深耕了20-30年的老朋友能够拿出解决方案。现在的液冷技术分为冷板式和浸没式。冷板式就像是给芯片穿了一件水冷背心，冷却液在背心里循环带走热量，这对密封性的要求极高，一旦漏液，几十万美金的服务器就报废了。这需要极高精度的精密加工能力。浸没式就更疯狂了，直接把整个服务器泡在特殊的绝缘冷却液里，像煮火锅一样。这对液体的配方、容器的材料、流体力学的设计都有极高的要求。在这条赛道上，台湾的厂商不仅是代工，他们甚至是标准的制定者。比如台达电 Delta Electronics， 这家公司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它不仅仅是做电源的全球老大，这也是个垄断。它在散热领域也是巨头。你知道马斯克的特斯拉充电桩里的核心电源模块是谁做的吗？台达电。你知道全球数据中心里每2台服务器就有1台的电源是台达电做的吗？现在台达电更是把电源和散热结合在一起，搞出了一套垂直整合的方案。因为 AI 服务器特别吃电，电来了就会发热，所以供电和散热其实是一件事。台达电直接告诉英伟达和微软，你们别操心了，从插头进来到热量出去，这一整套流程我全包了。这种能力，全球目前很难找到第2家能与之匹敌的对手。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台湾？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岛屿能在先进封装、散热、电源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领域，同时做到世界第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勤奋，更因为一种独特的产业聚落效应，英文叫 cluster effect。如果你去过台湾的桃园或者新竹，你会发现，你开车半小时的半径内，可以找到做螺丝的、做风扇的、做铜管的、做模具的、做电路板的。这就意味着，当英伟达的工程师有一个新的想法，比如我想要把这个散热片的形状改一下，多几个褶皱。在美国，你可能需要发邮件给供应商寄样品，一来一回半个月过去了。但在台湾，上午开会提需求，下午供应商的老板就带着工程师和样品冲到你办公室了。晚上大家还能一起去吃个热炒，喝2杯啤酒，顺便把价格敲定。这种恐怖的效率就是所谓的台湾速度。马斯克虽然也追求速度，但在硬件制造的供应链整合上，他也不得不依赖这种已经进化了30-40年的成熟生态。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在特斯拉的 Dojo 超级计算机项目上不得不深度依赖台湾的广达电脑 Quanta Computer 和微影微稳。广达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听起来像个做笔记本电脑的，没错，你的 MacBook、你的惠普、戴尔以前很可能就是广达代工的。但现在的广达早就不是当年的无暇阿蒙了，它是 AI 服务器的霸主林百里。广达的董事长，他眼光非常毒辣。早在10几年前，也就是云计算刚刚萌芽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一个趋势：未来的巨头像 Google、Meta、Amazon 不会再去买戴尔或惠普的品牌服务器了，他们需要定制自己的服务器。于是，
广达直接跳过品牌商，直接跟 Google 们合作，开启了 ODM Direct 模式，白牌服务器模式。这一招直接把广达从一个听命于人的代工厂变成了一个定义规则的系统整合商。现在，当英伟达推出最新的 MGX 架构时，广达是第一批拿到设计图的，甚至很多时候是广达的工程师在帮英伟达完善设计。所以，当马斯克要造 Dojo，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几块主板，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帮他把成千上万个 GPU 连接起来，塞进机柜，解决散热，搞定供电，还得保证这玩意儿能像乐高一样无限扩展。这个活儿除了台湾这几家老牌 ODM 大厂广达、伟创、鸿海非富士康，全世界真的很难找出能在产能、质量和速度上同时满足要求的供应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马斯克也得低头。这个低头不是屈服，而是基于商业理性的尊重和依赖。说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这几年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很多厂商都在喊去台化，或者叫 China 加一，想把供应链搬到越南、泰国甚至墨西哥，但是真正操作起来，他们发现太难了。搬一个组装厂容易，你只要盖个厂房，招几千个工人就行。但是你搬不走那个半小时生态圈。你把工厂搬到墨西哥，结果发现一颗特制的螺丝坏了，当地买不到，得从台湾空运过去，产线停摆3天。这种成本对于争分夺秒的 AI 军备竞赛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地缘政治的风险在上升，另一方面全球科技巨头对台湾供应链的依赖度反而是在加深。从台积电的晶圆到日月光的封装，到台达电的电源，再到奇飞的散热，最后由广达组装成柜，这就像是一条精密咬合的链条，环环相扣。如果你正在看这个视频，可能你会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马斯克，我也不造服务器。其实关系非常大。第一，如果你是投资者，这给了你一个全新的视角，不要只盯着那些聚光灯下的名字。英伟达涨了，它背后的产子股，那些做液冷的、做封装设备的、做特种 PCB 板的，他们的爆发力往往更强，而且因为关注度相对较低，可能还存在价值洼地。当然，这不构成投资建议，大家要自己做功课，但逻辑是相通的，寻找那些不可替代的卖水人。第二，这给我们一个关于职业护城河的启示。你看这些台湾厂商，很多都是做这行做了几十年，做风扇的做成了液冷专家，做电源的做成了能源管理巨头。他们没有因为行业一时不景气就转行去炒房或者搞金融，而是死磕技术，把低端制造硬生生做成了高端黑科技。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也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在哪怕一个细分领域积累出别人无法轻易替代的黑科技？第三，这也是对未来科技趋势的一个预判。既然散热和能源成了瓶颈，那么未来凡是能提升能效、降低能耗的技术都将是巨大的风口。也许下一个独角兽就诞生在如何让芯片更冷，或者如何让电力传输更稳这些看似枯燥的领域里。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常说科技是星辰大海，但星辰大海的征途往往始于脚下的一颗螺丝钉，一片散热鳍片。台湾的这个神秘黑科技军团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在这个分工高度细化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小角色，只要你能在某个环节做到极致，哪怕是强如马斯克、强如黄仁勋，也离不开你的支持。这就是产业链的真相，也是全球化最迷人也最残酷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台积电的故事，这是一群隐形冠军，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编织出的一张网，网住了 AI 时代的红利，也网住了全球科技巨头的野心。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视角，或者让你知道了哪怕一个你以前不知道的公司名字，请一定要给我点个赞，这对我很重要。另外，关于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深挖，比如硅光子技术 Silicon Photonics， 这被认为是接棒 CoWoS 的下一代超级技术。台湾在这一块布局也非常深。如果你想听我聊聊硅光子是如何颠覆现有光通信产业的，请在评论区打出硅光子。如果人多，我就专门做一期深挖。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关于未来科技趋势的深度解析了。我们下期视频见。